是，不过呢，在战场上头，大家看到的是非常血淋淋的状况。带你来看到的是哈，在伊朗呢，他们现在传出了，目前他们在叙利亚这边其实是有一栋楼的啊。当时呢，这个伊朗这边他们的革命军正在这里开会，结果突然之间3架战机过来，从天而降的降下了炮弹之后，4层楼马上被夷为平地。同时，在里面的伊朗正副司令双命丧在里头，他们就强调了，总共呢是死了5名的伊朗军官。现在莱西已经讲了，必须要对以色列来采取严厉的报复手段。以色列讲法是说，为什么这次行动有必要性？原因是因为呢，伊朗他们附属的武装呢就在这一边存在。那如果在这里存在的话，对我们会构成威胁。其实以色列到目前以哈战争持续的在开打当中，对于红海所受到的影响，当然到现在还在持续当中。而胡塞青年组织呢，他们持续的在红海这边，对于经过的包括了美国啊、英国的船只都会有所攻击，所以美英又再一次联手了，这做的是波塞顿的一个弓箭手行动，对这一些也门叛军有一波新的攻势。那当然啦，到目前为止呢，看得出来说呢是拜登跟苏纳克2个人同时决定对8个目标发动攻击，只是这个攻击是不是真的能够把他们给完全击灭，其实大家是打一个问号的。因为现在呢，他们也讲，我们现在呢也有去袭击美军的货轮啊，美方对此呢是否认的。但是您看看，现在除了红海之外，外围一点的亚丁湾也开始变成了一个新的场域了。现在呢，这个伊朗直接参与，这样大家就开始想问的是，这一场的行动会不会最后以哈战争衍生成一个区域上面大家整体上面的一个战争行动？英国现在呢开始针对他们的海毒蛇飞弹系统呢，他们要升级了，因为他们说在也门这边呢持续有受到一些飞弹的威胁。当然，大家看的就是彼此之间的角力，英美。以及呢，在伊朗这一边，是不是能够跟他们整个穆斯林这边的兄弟呢，能够团结起来？至于在非洲这里呢，则是另一个角力场，因为呢，中国他们开年之后，以往就是都先来非洲这一边来做巡回，好。中方离开之后，布林肯马上紧接着来，大家讲的当然就是他希望呢能够洗一下，不要让大家通通的往那靠拢。这一次呢，包括说奈及利亚，还有象牙海岸等等等，希望加强伙伴关系，希望给一些的经济啦，或是给一点甜头，但真的够吗？因为这回他们有通过2项计划，说要对这个德维角这国家拨款1.5亿美元。但是啦，其实德维角在美国是有大量的侨民了，那彼此之间呢早就有合作，真的能够抗衡吗？没有人知道，因为现在呢，他们是希望从基建来下手。以往在基建的这个部分呢，其实中国的强项，但这一回为什么欧美他们能够拿下安哥拉的30年特许权？好，主要是因为中国制的火车站呢说现在出纰漏了，所以呢让他们决定弃中投美。那当然啦，2022抢下了这个30年的特许权，对于美国、对于英国来说是非常大的一局。大家开始在说，美国耶，以前觉得非洲这边他们应该根本就很少去吧，现在因为中国每一年都去，而且欧洲是他们非常重要的一个战略的扶植的地方，所以呢总是跟着中国走吗？中国去哪里你就非得要去一次吗？双方其实在这一边你来我往，到底是谁踩谁，最后谁能拿下谁，其实没有人知道。而请教赖老师，您怎么样来看这一场战争到底到什么时候会截止，也没人知道。最新是以色列呢，现在他们讲了说，因为伊朗他们自己在这边的势力在扩张，所以我必须要行动。莱西非常生气。以色列跟伊朗之间的有限度的，那目前来讲还是有节制的相互的报复的行动，事实上是在升级。那升级到什么时候会扩大，我们还在观察。前一段时间就是以色列先把伊朗的一位民兵的指挥官杀了以后呢，伊朗马上就报复了，伊朗就锁定了以色列派驻在伊拉克北部库尔德区，那是美军的控制区，但是它是属于伊拉克北部的库尔德区。那美国人控制在这个地方，所以伊拉克政府没办法急于统治这块地方。
这个地方美国设有领事馆，领事馆外有一些豪宅区，里面就有一个这个以色列的情报的点，就在那个地方。那个情报点就在那个地方以后被伊朗摸到了，那确认了以后，伊朗采用精准的一个打击，所以用一枚导弹就把这一个住宅区、豪宅区的一栋房子打死了。里面死了大概2到4个人，那就是以色列的情报人员。那以色列情报人员被打死之后呢，以色列马上就报复了。那这次的报复就选择在叙利亚的大马士革的使领馆区外面的豪宅区。那使领馆区外面的豪宅区里面有一栋建筑，就是我想各位在图片上所看到的，那一个豪宅区里面，那就住有是这个伊朗的民兵组织的指挥官，他们4、5个人住在那个地方，他们是正式的官方身份，是叙利亚政府邀请伊朗的这些军事顾问住在那个地方，然后以色列把点摸到了，就把这个点就炸了。那现在伊朗的总统宣布他们一定会报复，所以目前来说，我的判断是伊朗的情报人员也一定会想方设法去寻找搜索这个以色列派驻在海外的，不管是在伊拉克或在叙利亚或在黎巴嫩的这一些情报窝点。那如果给伊朗找到那些情报窝点的时候，伊朗相当有可能也就采用精准的或者无人机的导弹的方法对它实施攻击。那以色列也一定会再度报复。反正信同样，因为他们的宗教基本上是大同小异的，那么他们坚信以牙还牙，所以一定是报复。那所以，但是这个螺旋的报复会不会慢慢的扩大？很有可能。那另外有关于也门的这个问题，也门的诉求，它在缩小打击面。所谓的缩小打击面，也就是说，它对于红海的封锁，它只针对美国、英国跟以色列。所以它已经确认了说，中国大陆、俄罗斯跟德国的任何船团是不受攻击的。那目前来说的话，那等于是缩小了打击面了，所以变成红海的这个跟也门的冲突就变成美国跟英国的事情了，因为法国、德国、意大利等他们就不参加美国的军事行动。好，可是伊朗看起来也已经开始要介入了，因为这是路透社的报道。那换言之，也就是说，美国跟英国的这种军事行动并没有办法摧毁也门的这个攻击能力。为什么？因为相当有可能伊朗会把也门所需要的这些武器，那么源源不绝的会送进也门，所以红海的这个紧张的局势，短时间是没有办法解掉。好，整个区域上面看起来，在2024的开年还没有办法真的能够回归平稳。到底今年要到什么时候才能看到这番气象呢？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继续来说。好，我们刚刚讲到了哈，在现在到底整个大外交上面，我们应该要怎么样来看？特别是在非洲这一块，王毅才刚去完布林肯，后脚就到，请教周老师。好，其实美国跟这个中国大陆在非洲竞争的非常激烈哈。那这一次这个王毅在非洲访问了4个国家，对，那么这个布林肯也访问了4个国家，他们重叠的是象牙海岸。不过最值得关注的是安哥拉，因为安哥拉过去在冷战时候是苏联非常亲密的伙伴，那当时他也跟古巴像其他共产国家都非常紧密，当时他建立了一个叫做安哥拉人民共和国。那么但是最近因为大陆在当地所建的一个这个铁路，引起了一些大陆在当地建设的一些工程，当地有一些抱怨啊，觉得它的这个交接，它的这个工程的衔接上，可能当地有一些怨言。结果后来美国就进来，那美国其实因为现在整体的情况下，美国跟中国大陆在这个物质力量上啊，其实光靠美国已经不够，所以美国后来是联合了这个瑞士的贸易集团跟这个葡萄牙的建商共同去标下了这个叫洛比托大西洋铁路，所以这个就被认为说美国在跟大陆竞争非洲的基础建设上攻下一城啊，这个因为这个国家是非常有代表性的，所以美国当然觉得这个是它的一个重要的里程碑。所以为什么这次布林肯特别去了安哥拉？那事实上，这个在整个非洲大陆、中国大陆的贸易关系也好，或者是基础建设，或者是援助也好，是非常多，影响力非常大。
所以美国希望能够复制安哥拉的经验到其他国家去。但是呢，美国也不是完全没有阻碍的，也一帆风顺的。相反的，美国过去在非洲的强项不是经济，而是军事。但是因为从尼日政变之后，法国的部队被迫离开了尼日，那美国跟法国因为有这个北约的这个盟友关系，所以连带的美国在西非的这个军事存在也受到影响。因为美国过去是通过这个尼日，通过法国的军队在对抗这个地方的恐怖组织，那现在美国要重新寻找它的这个根据地。那相反的来说，中国大陆在西非的军事部署有一些进展，而这个是美国非常担心，因为从西非到美国的东岸非常的近，然后现在就是说有这个所谓大英国协的国家有可能成为大陆的军事基地，所以两个刚好位置互换。过去大陆强在经济，美国强在军事，现在大陆在军事有一些进展，美国现在在经济方面有一些进展，所以未来两边的争夺战，我觉得还非常值得我们观察。好，我们先进广告，广告回来要请玉芳委员帮我们总结。节目最后要请玉芳委员帮我们总结。其实伊朗它的革命的情绪一直都是很高昂的所以你看中东真主党也好啦，哈马斯也好，其实这个都是伊朗在背后支持的。可是他非常谨慎小心的，尽量不要去直接跟以色列作战，因为这样很容易把美国引进来。对，那美国曾经也有计划要攻击他的核子设施，但是呢，美国最后作罢，因为伊朗是个大国，你这一弄的话，就捅了这个马蜂窝，这蜜蜂飞出来，大概。因为他对这个伊拉克、叙利亚的影响力都很大，因为他是这个跟现在的这个伊拉克的执政的这个政党同样都是什叶派，他叙利亚他也派部队进去这样子，所以尽量不要。所以这次你看伊朗也很谨慎小心，说哈马斯我们没有参与他的这个战争，对这是他跟以色列之间的问题。可是你看现在这个问题，慢慢的。就不是代理人战争哦，是伊朗已经被卷进去了，他直接跟以色列就面对面了。对那所以这个发展下去会非常的麻烦，就有一些。好，到目前为止当然台湾的政局在新的国会上任之后，在520之前这一段时间，大家就很关心到底能不能够很安稳的过完这个过渡期。昨天呢有这么样一个新闻，说美国的 RC-135来了，好，在我们的空域呢直接侦查，而且很不避险呢，因为有民众说呢他是搭民航机，那时候要回到台湾，在彭佳屿的北面这边呢，竟然是非常非常近的地方，目视的距离可以交汇，大家就开始在问了，所以呢，我们现在到底是什么样的状态？对岸的《环球时报》是这样讲的，说现在对岸对于赖清德来说，当然已经很直接的知道他的台独立场了嘛，所以如果未来4年赖清德这个部分不好好的做一个说明的话，那台海恐怕是很难安稳了。现在呢，美中台之间，美国在今年是最不希望有变数，因为他们要选举，而且现在执政的是民主党，共和党看起来共主也出来了，在佛州州长退选之后，川普呢看起来应该就是代表问鼎白宫的人，哇，那又一次的川普要对上现任总统了。两个老人之间呢，这次会是怎么样的一个结局呢？川普现在呢说要再战美国总统，葛莱仪告诉台北必须要当心，最主要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按牌理出牌，甚至其实啦，你去想一想。过往他是怎么做的，那你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大家现在会说台北要当心。上一次大选虽然呢，民进党这边是押宝川普，好，可是最后呢，基本上民主党赢了。但是你真以为川普对台湾这么友善吗？因为在离开了白宫之后，有非常多川普任内的阁员出来出书，里面包括讲到什么？包括讲到波顿嘛，有来到台湾说呢，川普其实是非常推崇这个习近平，认为他是中国历史上最大的领袖，甚至呢还用桌上的笔尖来比喻台湾，说你看看这个就是台湾而已，那个椭圆桌那个叫做中国，是这样子的一个讲法。那过往呢，他在接受福斯专访的时候，问到说你会不会出兵保护台湾免受中国侵略的时候，他还不会给一个明确的答案，甚至呢还提到说不满台湾抢走他们的晶片生意等等等。这一些都是过往存在的，这么样一个川普，现在真的很有可能再一次的席卷白宫吗？因为呢，这一回有人就讲了，
当然知道，他当过总统了吗？我认识他啦，他当总统就是那个样嘛，看起来有点像吹牛狂，但是呢，在新州这边有人说，可是我觉得就跟我一样啊，所以我还是会投给他。这样子的一个讲法，你知道他无知且粗鲁，但你还是会投给他。也有人说什么，我一开始不喜欢他，可是我觉得跟我很像，我还是会投给他。当然啦，吹牛不犯法，因为呢，前几天他就讲了这么一句话，大家就觉得这应该是吹牛吧。他说前几天看到中国股市暴跌。他说：“我知道为什么了，原因是因为我赢得了爱荷华州初选。”大家想，这两件事情到底是什么逻辑，把它得都在一起？美中台现在呢，在今年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变数吗？到目前为止，美国智库告诉我们了，说对岸呢是有能力在5年里头对我们实施封锁，所以担心的是1996当时的台海危机。那目前呢，如果说真的是有这样子的一件事情的话，那南华早报告诉我们了，这两个可能就可以连起来看。他们说，中国的秘密实验室模拟的是超音速导弹来攻击美国的军舰，因为如果真是封锁的话，美国会不会过来来进行干预？那有没有可能就用超音速导弹来作为回击？现在其实不是只有台海之间，第一岛链你给它看下来，因为最新也发现了 RC-135电侦机呢，它也有来到了南韩半岛这边，因为最近这里的局势也是有一些的危险的。那如果真的在这边站起来的话，大家这个岛链算下来，从日本、南韩、台湾、菲律宾这样子一个下来的话，受牵连的国家 GDP 是超过25兆美元，相当于占亚洲的2/3。这件事情真被火点起来好吗？在台湾现在已经呢有很多人对这件事情其实是有些挂心的，在全球上现在已经有2个战场，大家担心的是会不会蔓延到第3个，会不会产生第3个？请教赖老师，因为当很多人看到了 RC-135在我们的空域侦察，而且毫不避嫌的时候，民众其实是有点惊讶的。台湾的民众有自的权利，国防部有责任有义务，在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内，任何第三方的飞行器，特别是军用的飞行器，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都应该要公告周知，让台湾的民众清清楚楚的知道是哪一方的飞行器进入这个台湾的防空识别区内，特别是在我们的海域啊，例如说钓鱼岛，那是很明显的是我们的海域。那我们的海域有我们的领空，那怎么可能说外军进入我们的领空或者进入我们的空域，我们却完全的不回应，完全的不让老百姓知道？该让老百姓知道的故意隐瞒，就会使老百姓对他不信任。所以国防部如果没有办法获得老百姓对你的信任，那你怎么去在台湾产生影响力呢？那另外，你不应该介入选举，或者是不应该要干扰选举，那也就是你不应该在选前发国家警报的，你却对于一个已经早就公告周知的中国大陆要发射一枚人造卫星，而这枚人造卫星很早就在国际间公告了，维基百科早就都已经有列出来，具体的时间、地点、日期都有讲，而且它要发射什么都讲得那么的清楚，你却发国家警报，而且是在台湾的投票前，我们就不得不怀疑这个东西是不是介入了台湾的选举。那你国防部的维持的行政中立，是不是自己本身自毁自己的手脚？那这样的一个情形下，是不是就失去台湾民众对你的信任呢？我觉得这一点是很严肃的事情，国防部必须要诚实的、认真的向老百姓、人民道歉、认错，说你不应该在台湾的选举前的时候，对一个公告周知的人造卫星的发射发了国家警报，然后对于一个外军进入我们的防空识别区却不公布，我觉得这样子一个情况是很不应该的。好，那川普是回来了，我觉得川普很接共和党的地气。共和党的选民目前来讲，一面倒的就是喜爱、热爱这位川普先生。所以川普，我个人的推断，他取得这个共和党的候选人
应该是没有悬念了。那桑迪斯退选了，但川普落井下石，说我想他是极不可能在我的内阁被我重用的，因为我在第一时间就有很多人第一时间就支持我，那他言下之意是你这样的一号人物啊，刚开始反对我，还想跟我竞争，现在被我彻底击败了。我对于你们这种人，我绝对不会留情的，所以我不会用你。这句话讲得很难听的吧？是。那其实他不是也在暗示警告这个海莉，就是你共和党的人谁要再跟我比拼，我告诉你，我上来的时候都不会用。所以你们最好全部都给我退位，那就是全部只能支持我，让我早早取得共和党唯一的候选人。现在我就开始展开我的总统竞选的活动了。那他的态势难道不是很明白吗？语中都带有威胁，连同党的人都可以带有威胁，都可以说我上来我不会给你官位哦。那你想想看，他对于台湾，对于他来讲，这个利益如果不够那么的强大，他随时都可以抛弃的。这就是为什么《纽约时报》在前段时间发了一篇文章，说台湾的民众目前来讲是对于美国越来越不信任。他用现代进行式，那就是因为台湾的民众失去了对美国的信心，也就是因为美国的历史上不断的抛弃盟友，而且呢都以美国的利益至上论。当你美国的利益优先，美国的利益至上，你当然碰到跟你美国利益有冲突的时候，你就会把你的所谓的盟友或是谁都抛弃，那台湾当然会被抛弃嘛。这也难怪相信美国的只剩下64%，66%左右的都已经不再相信美国。3成4里面，我估计绝大部分的很大的一部分应该是主张台独的，因为他没有路走。所以他没有路走，他只好去相信美国。想想，其实美国也很可悲，原来他的盟友对于他的信任，事实上是越来越低，连他自己都感受到，连《纽约时报》都不得不承认，台湾的民众对于美国的信任只剩下34%。是，我想请教一下左老师，原因是因为呢，如果现在真的川普回来的话，那这一局当然目前看起来民主党应该还是拜登嘛，那就变成2个人再一次战了。当然啦，葛莱伊他自己本身也有一些他比较明确的政治立场，但是呢，他有特别强调说台北要当心了。其实呢，在整个川普离任之后，那到拜登呢他就任之后，两边的政策上面，台湾真的有因为这样子而有什么样的差别吗？还是其实根本就是一样的？美国人在意的就是美国人的利益啊。川普可以说他的这个主要的政策方向就是美国优先，所以美国优先就是说他更关心美国自己，他较不关心其他国家。所以葛莱伊的讲话当然是反映了这样子的一种想法，就是这样反映了他对川普的这种风格的一种担心。但是我认为第一个我们要了解到为什么美国社会支持川普，不只是说他讲话很狂妄，让很多人觉得听了很痛快，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理由是什么？他说到做到，他说要建一堵高墙就建了，在这个美墨边境，他说要退出这个 TPP 就退了，他很多事情大家觉得很夸张，但是他都做了。所以这个当然会让大家觉得说，他的讲话是有力量，因为他是说到做到。那么但是我认为我的对川普的担心跟葛莱伊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说葛莱伊认为说川普如果回来很可怕，可是现在是川普还没有回来就已经造成影响了。台北现在就要担心了，我们政府现在就要担心，赖副总统现在就要担心，为什么呢？因为大家会认为说川普有可能会回来，而且回来几率很高，这个时候对很多事情的这个评估就不会把拜登现在所提出的这种不管是提出的这种好处或者提出的威胁会那么认真的对待，因为他会认为后面是川普嘛，所以你拜登今天做的事情未来可能会被推翻嘛。比如像说俄乌战争，本来这个普丁有可能今年因为双方因为一直焦灼嘛，那就干脆停战就谈判了。但是呢，现在普丁就不愿意嘛，他说他要等川普来，因为川普来了以后会给他最好的条件，所以拜登现在就变成骑虎难下，因为国内共和党的这个力量上来了，这个国会要通过援助乌克兰越来越困难，但是那一头呢，普丁不愿意停战，那这个泽伦斯基也不愿意下来，
所以这种情况下，它变成是骑虎难下。我认为川普的影响现在就已经出现了，不是到川普真的上来，而是现在就有。所以在这样子的情况下，在这个拜登面临各方面的这种压力之下，他就很难以去跟大陆方面能够取得更大的一个所谓的妥协或者是退让的一个空间。那我觉得回来要讲就是那个 CSS 那个报告，我觉得非常重要，因为它展现其实台湾对于两岸情势的担心其实远不如美国，美国是更加担心，台湾还比较不担心。这个我觉得这个是值得我们提防的，就是说可能是不是我们对于两岸可能爆发战争这件事情，我们太放松了。第二个就是说，如果未来最有可能的是，大陆会去进行封锁，那么是不是表示过去蔡政府所推动的所谓的城镇战也好，美国希望台湾所规划的城镇战也好，其实是用错了药方了？因为如果未来是封锁的话，第一个我们应该要重视的是能源安全，第二个应该是要有大型的载具去抗衡对岸的这种灰色地带行动，而不是我们的城镇战嘛。所以这种从军事规划的角度来说，如果大家认为那个是最有可能的情境，那我们现在要开始改变我们的军事规划了。是承接周老师请教一下玉芳委员哈，原因是因为如果就像 CSIS 这样讲的话，那我们根本猜错考题了，你知道，准备错方向了，是这样吗？因为南华早报说，他们也看到了中国的秘密实验室模拟用超音速导弹攻击美国军舰。那这样子的话，变成中方这边已经有他们自己的一套剧本吗？还是他们多套剧本在进行？对于整个岛链影响又是什么？中国大陆对台湾要作战，它最大影响的因素就是美国的介入。跟介入的程度，他一定会介入，但是介入到什么样程度我们不知道。所以中国大陆要准备的一件事，就是说他尽可能的把对付美国的能力加强，嚇阻美国干预，一旦他对台湾动手的时候干预这个战争。第二个，即使来，那你这个干预希望降到最低。他想法大概就是这样子。是。至于说这个战争会什么时候会爆发，然后以什么方式进行我这方面我胆子是很小的，因为在我预测是很不容易的。国际政治学者都知道，我也讲过很多次，预测战争什么时候要爆发是很难的，更难的是用什么方式进行，而最难的是结果是如何。美国打阿富汗的时候，会想到有一天三更半夜要撤离吗？要逃离吗？匆匆忙忙逃离吗？没有想到的。所以我现在要讲，我们要回来讲，如果川普有可能当选，我认为他当选的概率也蛮高的。要了解他怎么看待战争。第一个，他是单边主义者，对，他从来都不认为需要结合其他的盟邦然后去做一件事，他不要，不管军事的、经济的都一样，说什么 CPTP 他根本不甩，他是不要的。第二个就是他非常反对美国在外驻军，这就是商人啦。驻军太花钱了，所以他认为说，你日本如果跟南海你们不肯付钱的话，那付了这么少的话，那我们就撤回来好了。那你这个日本你韩国你们就搞核子弹嘛，就这样，这就你们自己去保护自己嘛，就这样。他对欧盟也是这样讲话，对北约也是这样讲话的，所以要注意的是这。第三个就是说，他其实在反对美国对外军事干预了，所以阿富汗他一直就叫着要赶快把美军撤回来。把这些综合起来讲，先用商人来讲商人重利轻别离我重视的是利益，很实质的利益。我这个生意做下去，我要赚多少钱，我最多只能赔多少钱，事先要规划好。轻别离就说拜拜就拜拜嘛，我根本不在乎嘛，就这样子嘛。所以我们要小心的一件事就是说，未来如果说两岸这个真的爆发战争的话，川普让美军干预的意愿有多强，然后要帮助台湾，我相信会有帮助。帮助到什么样的程度？如果像是823炮战的话，美军有帮助护航我们的船团、补给船团到了金门外海3海里停下来，你们自己抢滩。这个抢滩过程还是死伤很重的因为他认为我要给中国大陆做出一个姿态我不打你，你也不要打到我的船，我保持一个安全距离，就这样。如果是这样的话，那凭我们自己的能力有没有办法？譬如刚刚郑东讲到说补给的问题，对能源的储存的问题，我们现在能源，我们的这个气，我们的天然气可以用多少天？这个大家都很清楚的事嘛。他封锁你1个月，天然气是没有了，石油大概也差不多了
哦，那你要再撑，那美国就要来运输，就要运输这油，要保护我们啦，要抢滩啦，那你有办法做到这一点？所以中国大陆，你说他们在发展超音速的这种极音速的这样一个导弹，要对付美国军舰，他就告诉你嘛，他就会想，你就是个岛屿作战嘛，你美国就是要进来嘛，那我就让你进不来，这个战争他就会赢。所以大概是这样。但是川普，我是认为你要叫川普哦，长远的支持，像俄国人打乌克兰这样，美国、欧盟的国家长期的支援乌克兰，我认为一个商人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大家午安，我是陈燕莹，欢迎来到新闻大白话。接下来这一小时国内外大小事，要用您听懂的话说给您听。现在介绍这一小时来宾，首先要介绍的是国际政治专家赖岳谦老师。主持人好，观众朋友大家好。还有国际战略学者林玉芳，大家好。以及台大政治系教授左正东老师。主持人好，大家好。一开始要先带你来看到的是，在目前选举落幕之后的一个重头戏，2月1号新的国会成型之后呢，那么国会龙头之争，现在柯建铭就直接放话了，他说看起来啦，民进党、民众党大家会各走各的路，如果是这样的话，哇，那就是保送最不适格的韩国瑜了。他说最不适格也没有期待性，甚至还呛他是创下史上得票率最低的立法院长。同时呢，他还说什么？说韩国瑜啊，你要是真的让他当国会的龙头的话，哇，未来我们的国会受制中共的可能性很高哦。到时候哪个国家来我们这边访问，对岸会下指导棋的啊。还特别的强调了，说那这样子的一个讲法是孔中牌，连立院龙头这一战都要拿出来用吗？大家就想问啊，那游锡堃适任还是柯建铭？你觉得你比较适任呢？其实现在在新国卫新气象，大家都希望能够看到大家真正的在做国会改革。民众党提出了4点改革之后，国民党不甘示弱，提出了5点改革。这里面他主张的第一个呢，就包括了立法院长选举改亮票。同时，在过往的立法院里面，很多时候啊，你在要资料的时候没有办法拿到，他们就讲啦，那未来是不是也要制定，比如说是藐视国会罪啊，还有国会的调查权、听证权这一些，他们觉得都应该要让委员有办法做到强力监督，该要到的资料都能要到。但是民众党呢？民众党现在他们到底要决定走怎么样的路？他们的讲法是说呢，到目前为止，他们还在持续的讨论当中，到底是绿白合、绿蓝合，还是呢这个蓝白合？好，没有人知道这是一个怎么样的组合。赖世宝就直接讲啦，说如果说呢真的是白色决定跟绿色一起走在一起的话，那你等于就是加入了执政联盟嘛。那这样子对于你们自己来说，是不是就抛弃了一点点你们原本自己想要的定位呢？而同时呢，这一位资深媒体人韦安他则说了，说如果说啦，民进党确定自己因为人比较少嘛，只有51席，赢不了，那有没有可能呢？他干脆第一票，民众党提的黄珊珊出来，全部把票都投给黄珊珊，黄珊珊变成立法院长，他觉得这会不会是想要挖民众党人的票？有这一招吗？好，到目前为止，大家很多人都说变数真的还很多，还不知道。好，可问题是现在很多人都在问了，未来改革国会的这一项，包括总统是不是应该要来到立法院里头做立法院的国会咨文这么一件事？过往呢，其实赖清德他曾经有讲过，愿意去做国情咨文。林维洲这国民党籍的加码说，那你要不要加码备询？没想到立法院的新绿色的委员里面还真有人站下说表态认同啦，觉得说来做国情报告啊，然后做相关的建议，这些后面觉得也很好啊。那如果是这样的话，要怎么样来跟大家讲国会会有一个新气象？今天赖清德就亲自来到国会里头，毕竟他自己以前也当立法院的委员，他就强调了，过往呢他在立法院当委员的时候12年啊，他从来没去应酬，卡拉 OK 都没有去，每次呢只要是一结束，他就直接回宿舍了，希望大家呢能够倾听民意，专业问政。但是到目前为止，民意真的站在民进党这一边吗？最新的台湾民意调查，他们发现了，说选完之后，国会3党不过半，大家呢是有近60%的人，他们同意要组的是联合内阁。那甚至看到民进党没有拿到国会的多数席次，竟然呢也有将近的大概是这个4成7的人呢，基本上他们呢是乐见民进党的
完全执政结束的。而在两岸之间呢，他们也特别强调了，每一次选举就要讲中国介选。其实呢，有半数的国人认为没有啊，这次介选不严重啊。民进党每一次都喊狼来了，狼来了，结果现在有半数的人是不认为有狼这么一件事情，或是现在真的有狼来了，大家就开始想问了。那所以呢，这一局民进党在喊出说，哇，保送韩国瑜未来受制中共的可能性很高，甚或是如果各党各走自己的，就是保送最不适合的韩国瑜，这有用吗？来请教一下玉芳委员。其实柯建铭讲这种话是非常不礼貌，这做人最起码的礼貌都没有。韩国瑜跟你一样都是不分区的立委啊，你们两个都不是选出来，你有比韩国瑜高明多少吗？好像也没有嘛。你说形象比韩国瑜好吗？我看也不未必见得吧。未来三党不过半，在立法院有斗争，但也有合作。可是你讲这种话，你是在根本上是否认了人家对中华民国的忠诚度而民进党搞这种抹黑抹红的这种把戏真的要到此为止啊！这个坦白讲是非常恶劣的那我现在立法院院长选举要怎么选呢？不晓得。你说他8票没有决定力吗？民众党那8票，事实上就决定谁可以当这个立法院长，谁不能当立法院长，或是哪个党可以在立法院成为多数党，哪个党没有办法？因为他很简单，他支持民进党，民进党就过关了嘛。他支持这个国民党，国民党过关嘛。然后他也可以选择不支持嘛，他全部都不支持，这样国民党可能就过关了。所以他还是有他的影响力。但是你像柯建铭，他现在就是一下子羞辱民众党，所以你那8票是没有任何影响力的这个8票，那一下子又修理国民党，就是说那种骄傲民进党这次只是赢得总统选举而且只是因为在野分裂他才选得上。你在立法院你们是选的算是很差的啦。那结果你还是这样狂妄这种口气，你就预见得到未来的4年在立法院里面，民进党不会太甩国民党了，也不会太甩什么民众党。我是认为他们在必要的时候，他就不惜就像以前嘛，打架嘛，杯葛嘛。如果他们不是院长的话，如果他们是院长，民进党把院长宝座拿下来的话，那很简单一回事，他就是不喜欢的时候就垂直一球休会。散会就散会，然后就完全跟这个行政部门配合，那根本就不理你们，很多都会强行就要通过，通不过呢，打架都没有关系，就一定是这样子的嘛。所以民进党到现在还不成这种谦虚的面对整个社会，说你们的执政8年真的执政的不好，所以赖清德的得票其实是不理想的，是在野党没有办法合作，你才得天下了。而且在这个国会里面，你们也是第2大党，已经不是第1大党了如果你没有这种认识你还是要用那种狂妄自大，然后用抹红的这种方式来这个对付这个国民党的话，我觉得未来国民党里面这个在立法院里面，我认为党与党之间只有斗争只有不会有任何的合作可言那这对台湾来讲，其实不是一件好事。所以我希望柯建铭真的心态真的稍微调整一下而且他这个总召看起来比这个立法院院长好像还大的样子，所以我觉得要让他不那么大的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让民进党当立法院院长，让立法院院长来斗一斗这位民进党的总召，让他知道这个天外有天，人外有人我觉得韩国瑜来斗他，我觉得倒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他现在这样子修理韩国瑜是不是心里其实是毛毛的，认为终于遇到一个可能比他还更狠的这样一个对手。是，那其实呢，我们现在也想问一下左老师，您怎么样来看原因是因为其实全民现在对于新国会是有期待的嘛，所以呢，我们才会看到，基本上在目前为止，47%的人其实是赞同说终止民进党的完全执政，因为我们希望看到新气象。那当然，国民党他们现在也提出了一些改革，比如说藐视国会罪，比如说呢，他们现在要有调查权，要有听证权，这其实就是过往。当蓝营的立委他在要一些资料要不到的时候，他们现在希望把过去那个行政单位、执政党他们藐视国会，他们不给国会资料这样的事情完全颠覆。
我觉得这些都是非常正确的方向。那我进一步要提出来，就是说有2个大的方向，在野党未来可以一起来努力的。第一个就是回到我们宪法里头原本有内阁制精神的这样子一个国会的设计，因为事实上来讲呢，我们现在的最高行政机关还是行政院，不是总统府。总统府的预算都要通过行政院来向立法院提出。我们现在的宪法仍然规定行政要向立法负责。所以说，这里头其实立法就是要作为一个能够不只是监督行政部门，而且是能够主导行政部门的重大施政方向这样子一个角色。这也就是第2个我认为应该要做的事情。什么事呢？就是必须立法院呢，不只是说能够监督制衡，而且能够提出重要的政策方向。所以2个重点，一个是你能够回到宪法里头要求行政必须向立法负责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制度精神。第2个是什么呢？第2个就是你能够在你的监督制衡，乃至于在你要求行政部门向立法负责的过程里头呢，能够展现立法部门去主导你的政策方向。能够走在行政部门的前面，能够苦民所苦，能够去提出民众所期待的一些立法的方向。我觉得这2个方向，这2件事情是新一届国会可以做的事情，而且应该要去做的事情。这个就回到了就是那到底哪要怎么去做？其实这一次讲到了这个所谓的总统向国会进行国情报告，这个其实是宪法本来就有的。那么过去马英九时代希望到立法院去报告，但是没有成功，当时立法院不让他去报告。到了这个蔡英文时代，立法院希望他来，就是在野党希望他来报告，但蔡英文不愿意来报告。那么现在其实根据我们的这个立法院的职权行使办法，其实国会是有这个同意权的。那现在国会的多数已经掌握在野党手上，所以国会可以要求总统必须要到国会来进行国情报告，而且国情报告之后，就像这个林维洲所写的，他虽然不叫备询啊，他叫做提出问题啊，但是其实跟这个质询是类似的概念，只是他的这个质询总统不需要回答，是必须要总统同意的时候，总统可以做补充的报告，如此而已。那未来当这个问答结束之后，提问跟补充报告结束之后，那么立法委员可以再讨论，然后这个会议记录送到总统府做参考。所以他的这个提问是一个补充性质的，他的提问并没有质询这样子一个效力，可是他仍然可以去彰显立法委员关心的事情。我认为不只是国情报告这件事情，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是什么？就是行政院长的施政方针报告。过去其实大家都没有重视这件事情，就是说把它认为只是一个对行政院长的质询，因为这个在立法委员的职权行使办法里头是有规定到的，它是按照政党来去分配它的质询时间，那么可以对这个施政报告去进行质询，那一问一答，行政院长要回答。但是如果我们真的回到内阁制的精神，行政向立法负责，那么对于立法院所不信任的行政院长，在内阁制的精神，他是根本不能被通过的，根本没有办法行使他的职权。但是在现在立法院无法去贯彻这样子一个精神的情况下，立法院可以做什么事情？就是要求在这个行政院长进行施政报告之后进行辩论，辩论之后甚至还可以投票，来表达立法院对于这个新的行政院长他接不接受，他满不满意。我认为这个虽然没有法律上的效力，但是可以形成一种政治压力，迫使行政院长必须要尊重立法院所展现的一个多数民意。所以有很多东西可以在新一届的国会，因为在野党取得了一个过半数，虽然在野党是2个政党，但是既然大家在选前都提出来说要推动内阁制，那就运用现在立法院的职权，运用宪法已经赋予的这种行政向立法负责的这样子一个基本的制度，我认为还是可以通过在行使职权行使办法里头去做这些事情。好，刚刚老师特别提到了，现在在野党是多数啊，但是这个多数真的有办法达到实质的作用吗？因为老师到目前为止，赖世宝就直接讲啦，哇，那如果白色最后跑是跟绿色合的话，你们就变成民进党执政联盟了。白色不会跟绿色合，因为白色跟绿色合的话，白色变成小党，而且没有生存空间，没有发展空间，等于是自我限缩。我们可以把它说成会是自我阉割。是所以我的推断是，
白色不会跟绿色合。白色可以跟各个不同的政党采取合作连横的功能。那重点就在于白色会推出他自己的想法，他自己的法案。我觉得国民党在这个部分可以更为积极的推出自己的想法，例如说怎么样限缩。我们看到在过去8年，行政部门真的是胡作非为。那行政部门之所以会胡作非为，就是因为当初这个立法部门里面一党独大，所以行政部门在胡作非为的时候，藐视国会、藐视立法院、藐视国会议员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的民进党的执政党都在护短。所以造成我们的立法部门对于行政部门的监督严重失灵，这个就是造成了台湾这8年以来的乱象，也造成了这8年以来行政部门的这些官员对于国会议员的这种不礼貌、不友善，甚至有时候语言充满了挑衅、侮辱、羞辱的意味，这个是情何以堪？因为国会议员是代表我们人民，代表我们的人民在立法院里面去监督这个行政部门的时候，这些行政的官员、这些院长、这些部长都不是民选的，院长、部长都不是民选的，竟然去直接在立法院里面羞辱我们人民选出来的立法委员。这是完全没办法接受的。是，可是，在过去都被他们胡作非为整了8年，现在的情况，难道民众党也要把这个气再被羞辱吗？也要把这个气吞下去吗？当然不可以嘛。那既然不愿意吞这个气，当然就要跟国民党在法案上要合作，好好的把这个行政部门的这些嚣张藐视国会，把它立法，把它定罪化。谁在藐视国会，就要用法律来制裁。我想这是可以做到的。最后一个我要讲的是柯建铭。柯建铭没有资格说韩国瑜适不适合。因为韩国瑜适不适合当立法院院长，不是你柯建铭说了算，是立法委员说了算，是台湾的所有的人民说了算。但是我知道你柯建铭是不适合当立法院院长的，为什么？因为蔡英文说你不适合，你当初一直想要争取立法院院长，蔡英文就是不让你当，为什么？因为蔡英文认为你柯建铭不适合当立法院院长，这点已经被说了吧？你不能否认吧？对不对？柯建铭承认一下吧。